老妈，你干嘛呢？没事儿。敢搞我儿子，儿子，记住了啊！你别的没有，就是爸爸多。众人正准备离开，却被班主任拦了下来。原来马飞总成绩641分，但语文作文却被教导主任判了0分。如果再加上作文分的话，他铁定能考进年级前10。老马拿着考卷冲进主任办公室，他对马飞的成绩毫无异议，只是想让他当众读一遍作文。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就是思维有些天马行空。在作文世界里，母亲变成了皇太后，教导主任则当上了老太监，而马飞则是一个酷爱科技的皇帝，在皇宫里建造了一艘太空飞船，并成功登上了火星。莫名其妙，荒谬绝伦呢！教导主任认为这篇作文偏离主题，就是再打1万次也只能是0分，但老马却觉得作文就像人生一样，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每个选择题都有4个选项 A、B、C、D， 这个非常好啊。但是在他们未来一生当中，碰到哪个问题的时候，会自动的跳出这4个选项。孩子们的答案里面还应该有 E、F、G， 他们想每个问题都能想到 X、Y、Z。我们的孩子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说得好！校长提议在座的老师重新给这篇作文打分，经过统计后，依然有3位老师打了0分，但同时也有3位老师打了满分，其余的有打30分的，也有打35分的。于是校长决定取平均分作为这篇作文的成绩。马飞的作文最终得了22.5分，这也就意味着他考进了年级前10。这场博弈最终以教导主任完败而告终。随后众人走出办公室，正巧遇到博育中学1年1度的大狂欢，参与者都是些高考考了高分的孩子。教导主任说，孩子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放纵一下也是可以的。可老马却认为这样的教育方式是错误的。如果刚刚考了高分的孩子们都如此迫不及待的要扔掉自己的课本和试卷，我很担心他们是不是真的热爱学习。学习难道不是一个人一生的习惯吗？主任自然不赞同老马的说法，他说他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孩子，谁也不能否认他的功绩。这时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疯子，主任看到后立刻就慌了。原来疯子是主任年轻时收养的儿子，他用满腔的父爱培养他，将他培养成全省第1个高考状元。但在大2时他考砸了，被父亲无情地拒之门外。于是这个孩子选择了轻生，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变成了一个傻子。说到这，主任再也难掩内心的悲痛。主任，您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您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我们都是父亲，面对孩子们，我们能说这一切和我们毫无关系吗？几年后，马飞成了这所学校最优秀的学生，但他却决定放弃高考，参加飞行员录取考试。得知这个消息后，主任连忙将他叫到办公室，希望他回心转意，替学校再拿一个高考状元。但马飞却拒绝了主任的请求，因为父亲从小就对他说过，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不久后，马飞成功拿到了飞行员的录取通知书。再后来，他从飞行员成为航天员。10几年时间一晃而过，而老马的双鬓已然斑白。偶然间的一次机会，他在面馆里听到了东配大桥倒塌的真相。原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居然是他的徒弟大头。几十年如一日的追寻真相，终在此刻得以昭雪。他愤怒地冲进房间，一拳一拳地打在大头脸上，似乎是想把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出来。就这样，老马再一次上了社会新闻，也因为打架被拘留了15天。然而此时正值马飞担任航天员执行首飞任务，所有的负面新闻都可能影响他的前途。为此，上级特意找到他，希望他劝老马放下这件事。可当马飞劝父亲放弃真相时，父亲却对他充满了失望。